请你骂醒我。好的，我受限于年少时不健全的三观，自认美玉却又疏于雕琢，生活安稳却又躁动不安。我跟对象同居2年，结婚3年，崽儿刚1岁。起初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我迷之相信星座，坚信搞定金牛座女生的秘诀就是给她很多好吃的，带她玩，照顾好她。我对象这几个方面做的都很好，以至于我这只牛连续几年被美食迷惑了双眼，其他男人根本没有机会入眼。那什么玩意儿，自己给自己搞定了。他不好看，但顾家，我妈妈也越来越喜欢他。我觉得跟他结婚，全世界都满意了。但我就像家里那只被阉割的小狗一样，每月1次的翠翠日就是我的受难日。我情绪稳定，钝感挺强，本以为继续这样过一辈子也无妨，但机缘巧合之下，有幸尝了点肉汤，感叹牛翠翠可真香。别创作了，你说你们这一会儿排比句，一会儿顺口溜，你让我怎么认真对待你们的感情啊？朋友们，你就别创作了，都啥时候了，你还押上韵了？哎，这到底是事儿不是事儿啊？我要不要认真看呀？我真服了你这，哎呀，我这真气人呐！不是，我再也无法忍睡这样清汤寡水的日子。缘真的是妙不可言，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我的本命 crush。他单身，演好，甚至 DeepSeek 都说我俩很搭。我们从年前聊到年后，从摇滚聊到民谣，从仓央嘉措聊到纪伯伦，从泰戈尔的鸟聊到巴甫洛夫的狗。我真不太想认真对待你了。聊到现在，我看树是他，看云是他，一切美好都是他。你看看大夫去吧，别看树了，还看云，看树是他，看云是他。啊，看看大夫吧，我俩还没面基，但聊得特别上头，非常热烈。终于有次算是吃上牛翠翠，云翠翠。我这点小商品让你们祸害个没够，云翠翠又是什么东西啊？终于有次算是吃上云翠翠了。哎呀！我就说嘛，我说这玩意儿是吧？吃是吃，不吃就不吃，怎么算是吃上？我一看哦，我看错字了，云翠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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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对他更加心动啊！哎呀，我的妈！他几次三番说起来要见面，我都转移了话题啊。我确实道德有瑕疵，但我不太想让瑕疵升级为劣根。但我真的超级喜欢他，要是错过，我必会抱憾终身。天哪，怎么办？到底要不要见面呢？理论上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又怕自己情绪上头，忍不住诱惑去了，所以请你骂醒我吧，狠一点，让我清醒一点吧。把家给网断了吧？啊？孩子刚1岁，同居2年，结婚3年，孩子刚1岁。上网多看看那个育儿早教啥的不行吗？这互联网是这么用的吗？上网学点这科学文化知识好不好？你们不要再发明全新的单词了好吗？哎，我真说，我真没法念，弹幕我不能看了。没弄懂的朋友就不要再弄懂了，好吗？这不挺好的吗？哎呀，哎呀，我真是，哎呀，我真不知道该说啥。真不知道该说啥，别整了，别整了！啊，牛牛，前面还管自己叫牛牛，妈呀！啊，这只牛牛，以至于我这只牛牛连续几年被美食迷惑了双眼。牛牛，你冷静点吧，行不行？嗯，你这个婚呢，该说不说，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离啊，跟你后面发生的事没关系啊。你这个婚主要是前面跟我说到那个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吧？是吧？这都这么痛苦啊，这可以离啊。你跟你这个离呢，至于你离了之后跟你这位什么看树是他看云是他这个哥，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呢？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你这个婚可离啊。啊，没啥好骂的，你就是吧？
你这日子，你看，哎，我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关键是啥呢，姐们儿，你知道吧？我读你这封信，我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呢？这位朋友，就是你这个字里行间洋溢着那种兴奋和快乐，让人很难帮你，不知从何说起。姐妹儿，就是你都不是说读到后面是吧？遇到这些不该遇到的人的时候嗨起来了，你前面你就嗨起来了。我感觉你提到你跟你老公这个不是很那个啊完美的生活的时候也挺高兴，后面就更高兴了。你这人吧，我就不知道你是吧？你还让我骂醒你，我就不知道从何骂起了。感觉你挺乐在其中的，是不是？这挺嗨的，我不知道该说啥。不是男的吗？你们咋听的呀？咋听的还听成男的了？这是个女的，这是个女生啊。再读一遍，我是鼓不起这个勇气了。就这样吧，这位姐妹啊，结论就是婚可以离啊。你至于你这个后面这个，你留神吧啊。蛋总你好，听了你很多的直播，非常感恩你。作为回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恋爱小技巧。好，来，咱们听听，看看是不是能帮到大家。当你选择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可以学习一边谈恋爱一边去维护他的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并对他的工作表示尊重。以这个逻辑去做，会为今后减少很多麻烦。你不用去盯他出不出轨，他的人际关系会帮你严防死守。但维护呢，不用套路，就真诚的相处。对于亲戚啊，基本就是婆婆喊甜一点，多送礼物，勤告状。比如婆婆，你儿子欺负我，具体怎么欺负呢？你夸张一点，一定要当着对象的面告状啊，不要背后告状。跟婆婆撒娇呢，跟婆婆撒娇。对于朋友可以加入他们，如果你是女生，那么把她的异性朋友当闺蜜，同性朋友当兄弟，他们玩什么你就玩什么。对于工作，你可以督促他，该工作认真工作，该玩的时候你陪他认真玩尽兴，尽量不要主动去占用他的工作时间，多赚钱，反正也是你俩一起花。我是一个理科生，文字我不是很擅长，表述的不清楚，基本的重点呢你把握好，就是其他他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爱恨情仇就让他自己处理吧。大家是谈恋爱，又不是找双胞胎，就这样吧啊！表述不清楚我也不管了，我喝酒去了。相信小卖部的伙伴们会包容我的，哈哈哈。这每次到后半夜就开始幽默起来。欢迎大家，你们好，你们好吗？你们好不好？我还好啊，大家点个关注啊，好不好？新来的朋友看看销冠，老朋友看看新品，大家随意买点啥，随意挑选，随意购买，感谢你们。哎，不知道为什么后半夜就又幽默起来了，人还多起来了。但为什么我看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对象了？咋办呢？我今年29了，我不知道我进入世界的时候是不是给选个 hard 模式。我羡慕谁也没有用，我的感情自从脱离早恋时期就开始鸡飞狗跳的冒险。15年至今，
我谈过吵架吵不完的，谈过偷摸去上 K 的，谈过和我闺蜜混到一起的。至于我的事业更不用提了。大学时我选了一个毕业即夕阳的大坑，当然这里面也有自己的原因。直到去年入职新工作，感觉同事有团体相亲的时候的主持人，也有湘菜馆的老板。这也不是公司里的吧？这一个公司里能聚齐，这什么公司啊？这不是一个公司里的哈，这是吧？社会上的人也有是吧？哎，别的不重要，你把那个湘菜馆发我一下，我看看这个湘菜馆是怎么回事。还有朋友的朋友，但是经过各方打听，他们全都有伴侣。你能听懂全部都有这4个字的杀伤力吗？可以，感受到，蛮伤的。后来我的同事没招了，他拿来了公司的大合照，让我去圈我觉得还不错的男孩，说要我助我一臂之力。要知道，结合我那些前男友们的历史来看，我并非一个颜控的人呐。比起五官，我更注重气质啊。但你能理解吗？我大笔一挥，圈出来4个，经同事打听，全部都有对象。我傻眼了，但你说这会不会也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指引，试图告诉我爱情这条路不适合我？可我刚刚29啊！我前29年走的也确实都是女强人路线呀。还是说我真的只能封心所爱了吗？但希望能够选中我，能给我一些安慰呀，教教我该如何应对老天出的这些损招啊！说明你眼光好，说明你眼光好啊！单身的都是有原因的。你这话是不是攻击范围有点大了？啊？这8000多人，这里头多少都是有原因的？你这话攻击范围太大了啊！啊？播的好好的，怎么范围攻击呢？如何应对？哎，没啥好应对的。我跟你开玩笑说嘛，是吧？你就等一等。但我认真跟你说呢，其实你这个封信透露了一个什么信息呢？说明你对爱情充满向往啊，充满了主动的进攻的欲望。你保持住啊，总会碰上单身的，是不是？保持住，别老去湘菜馆啊，川菜馆也吃吃啊，粤菜馆啊，川鲁粤淮扬，尝尝，东北菜也不错嘛，是不是？保持这种积极进取的状态，总会遇到，是。但我是一个26岁，职场刚步入正轨的情感小白。就在今年，我得知我半暗恋的任性女孩，她有了自己的对象，这比我预期的时间晚了4年。已经暗恋了4年，我以为我做好了预期，但真的来临的时候，我情绪上涌，无法自洽。我和他是初中同学，我们是一起作弊的交情，他叫我闷葫芦，我叫他胆小疯。闷哥，你这个故事的开头我就觉得不妙呀。初中同学一直暗恋到26岁，闷哥，这能行吗？闷哥是挺闷的，给你这外号是没起错呀。高3的时候，他选择了复读，他说我们是
竹马。期间我没有打扰他。光说竹马吧，青梅为啥不能说呀？大学他也考来了同一个城市，他主动来找我玩，可是我纠结他可能还在意他，我不敢主动。他是谁呀？你这个说话，你给我告诉我呀，他是谁？然后他去找前任复合了，还是找我要的电话号码。好吧，那应该从小就是一个3个人的故事，是不是？啊，闷哥，你怎么把那个男的另一个男主角给藏起来了呀？我哪知道是谁啊？这电话还找你要的，这不从小仨人都认识吗？突然觉得很心安又很失落，有种找我是为了电话号码。他是个勇敢的人。啊？还用你夸吗？他有种找我是为了电话号码，他是勇敢的人，用你夸，你还夸上。但是他的勇敢没有给我，你的勇敢也没有给他呀，你也没有勇敢呀，闷哥。后面我让他去追寻自己的爱情吧，他用你知道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他什么也没有说，又好想让他跟我说点什么，一段时间就没再联系了。再次联络是大3，有时候他的想法很奇怪。哦，这个一给我划掉了，不能念啊。他想法很奇怪，就是会想要给他，就是想送这个男生一些，对，就是东西。就反正俩人就一直有点暧昧吧，后面我们开始互相请客吃饭，打卡一些想吃的，算是吃饭搭子吧。甚至我们会吃同一份冰淇淋。但是每当做出超出友谊的举动时，我都会后知后觉的停止。后知后觉？那是做没做呀？每当做出超友谊的举动时，我都会后知后觉的停止。后知后觉的。闷哥，后知后觉那不就是没停止吗？你是用错词儿了吧？直到毕业也没有进一步升级关系。我比她先进入社会1年，突然她说，她的闺蜜里就她还没有对象。圣诞节礼物，我说没人送的话，我来送吧。每当我升职加薪的时候，都会给她买礼物。后面我也表白了，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感觉太沉重，被氛围裹挟，不要这样。接下来一切还是照旧吧。什么呀？什么表白？表个稀碎呀！他实习结束要来我的城市和我谈找工作的焦虑，我给他提供了找工作的方法。他后面找到的工作却离我很远，我说你可以和我商量的，我希望你可以离我近一点。他说他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我努力的约他，维持彼此的感情，他也愿意赴约，但我感觉他并不重视我，说出的承诺不想做就不做了。我给他买礼物，前面还表示开心。去年开始突然不回复我了，渐渐冷漠，拒绝见面。去年他不告而别，并不再与我分享，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冷漠。今年年前我聊到说我有车了，可以开车过去找他的城市找他玩，他好久才说他对象会吃醋的。刚谈的，本来想有机会再告诉我，我固执的以为是相亲对象，并再次向他表明了心意。但是他说和我只是同学情谊，已经有对象了，不要再来打扰。后面就没有回复我，我平静不下来，就去他家提亲了。啊？
你要干什么？焖糊锅，焖糊锅。从小大家说你焖，我就不同意。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焖糊锅。你要干什么？啊！一年，他知道以后，说我莫名其妙，一年也不再见面，没有联系，说我自私自利，不考虑他，说彼此要有边界感。我不明白说出的承诺是否可以反复违背。现在我学到了要勇敢争取。我失去了2个人，一个喜欢的女孩，一个珍重的朋友，是他先不在乎的。是模糊了，行，失去了，行，是他先不在乎的，你也别在乎他了啊，以后就离远远的吧，不要再见面了啊。挺好，模糊了啊，好好的自己再去谈点恋爱吧，可别再见他啊。啊，听劝了。大爷你好，我和我男朋友是丁克，相识的过程中也是了解到双方父母是接受的，我们才在一起奔着结婚去。我们交往的第3个月，男朋友他爸一直催男朋友去我家。在过年前1周，他带着满满的诚意和礼品来了我家，我也非常顺利的在1周后去了他家。那时我们真的很幸福，规划结婚要做的事。谁想在2月8日的晚上，男友发来了分手短信。第2天我就去找他，他告诉我他父母不同意，说我身子看着单薄，花钱大手大脚，把我气笑了。括弧我身高160，体重92斤，年薪40万，我至今都没舍得给自己买过奢侈品。我勤快到每周家庭打扫和断舍离，我哪里大手大脚？真切体会到了无语的感受。在提分手到情人节，我们一直在沟通和想办法。我分析他父母以我为问题来阻止他儿子丁克。我告诉他，想要这段关系能够顺利走下去，你先和父母沟通你丁克的决心，然后再谈我这个人。结果情人节第2天，他说就算我们不做情侣了，以后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他不想和我分手后失去联系，也不想我们在一起后与他父母关系闹僵。如果坚持在一起，也不可能结婚，好残酷啊！在我看来，他已经选择了妥协父母。从昨天开始，我没有在微信上回复他的信息，他也只给我发了1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不先冷处理1周吧，也让我接受少一点转机的期待，接受要面临分手的事实，心理上好受一点。哎，我还让他去找一些丁克成功结婚的人聊一聊，这是丁克的事儿吗？姐妹儿，你也是挺能给自己找理由。最后小卖部零食都好吃，好嘞，谢谢。你别安慰自己吧，这哪是丁克的事儿？这跟丁克有什么关系？啊？你还等转机？没有转机啊！我有了，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啊！一切都结束了。你是丁克，你男朋友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但西西上来就西西。我和我前男友年前吃了几次牛脆的，是我先联系的他，他也没拒绝。前几天跟我说他要结婚了，而且这几天女朋友就会来找他，让我别再找他了，我们的关系结束了。而且说好的年前就结束的，确实他也是这么说过。我说行吧，可我心想咱们这种关系哪有什么开始和结束呢？
人才，人才。我心想，咱们这种关系哪有什么开始和结束？哎呀，哎，我越想越气。是的，我就是想报复他，我素质可真低呀。我没忍住给他女朋友各种社交账号留言，说了我和我前男友吃牛脆脆的事儿。过去3个小时了，我现在好后悔。是啊，想去撤回，但发现撤回不了。唉，也不知道他女朋友看没看到。苍天呐，早晚会看到的。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干啥事儿？我把我的困扰发给了 DeepSeek，他深度思考后给我分析了一大段，但都是鼓励我的话，还让我不要过度承担他人的责任，说我前男友的摇摆贪婪才是这段扭曲关系的源头。苍天呐，我又觉得说的很有道理。这 DeepSeek， 这 DeepSeek 也是。哎呀，哄人高兴是吧？好事。但是我真的也有点问题吧？我为啥要发给他女朋友啊？那个妹妹又做错了什么呢？蛋蛋，我该怎么办啊？现在凌晨3点半了，我怎么还在这里内耗啊？救救我吧，救救我！这会儿想起我来了啊！你发之前咋没想起我来呢？你发之前你没把我想起来，你把弟哥想起来也行啊！你问问弟哥呀。你这发完了问弟哥，给弟哥问完了才该问我，这全完了呀！你发之前问问呐。救不了了呀！咋救啊？没救啊！没救了！你现在只能往好处想了。啊，你只能往好处想了。咋整啊？没救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啊，一切都来不及了。哎呀，太有意思了。要不试试说发错了？那试试吧，你试试吧，你再去发一下。你说发错了，对不起，妹妹，不是这个前男友，妹妹，发错了啊，你去试试。你说姐这前男友比较多，我以为弄错了，弄混了。那天喝点酒也是，你别往心里去。能有用吗？感觉没啥用吧。应该没啥用。嗯，
咋办？你要真想挽回啊，也不知道你咋想的。你要真觉得你想挽回，不想这个事情再扩大，你跟你前男友说一声吧，啊，你说说吧。你说你冲动了，你俩一起看看怎么挽回吧。很难，我感觉。这还能挽回？也能啊，也能。太幽默了，但你帮帮我吧。好的，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感觉有点事业脑和恋爱脑在拉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和前男友在谈了6年异国恋，我当时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能功成名就，被所有人看见，所以我没日没夜都在努力学习，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我觉得我会得到想要的东西。后来我们分手了。借着这个分手的契机，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借口，不再拼命卷自己，从此开始了超长的休息。这对吗？他确实挺纠缠。他分手了，不是更应该腾出时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了吗？回顾我这段极其努力的时光，我当时想的是，我不能浪费时间，时间只能用在进步上。我当时在上海待了2年，却对这个城市一点都不了解，我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和男朋友相处，我觉得浪费时间。啊？我现在的男朋友是个很典型的 P 人，他对很多事情都很随性，没什么事业心，喜欢玩。他不会为了有用而去了解一些东西，他只对很多事感到好奇。我很羡慕他这一点，因为我之前做的事太有功利性。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程序去训练，只允许自己接触那些有用的事情，不允许自己玩。我总觉得自己本能想要接触的东西都很低级，而我要培养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脱离低级趣味。功成名就就是最大的低级趣味啊！多挣钱，要多挣钱，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认识你、崇拜你，说你真有钱，有钱真好，这不就最低级的低级趣味吗？你寻思啥呢？你还觉得你这个趣味蛮高级的是吗？啊？但这个低级趣味有没有错呢？也没什么大错，是吧？没什么大错，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个低级趣味吗？你说你是有什么要实现的梦想，要改变世界，要帮助别人啊，在这个过程中功成名就，那大家谁都夸你是很高级的。你没有呀，我也没听你说什么爱好，你说啥？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功成名就，被所有人看见，这不就低级趣味吗？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也不是说想帮助谁改变这个世界，就想有钱。是不是？但是低级趣味也没有什么大错，你说你就是前后有点矛盾吧，对不对？你折磨自己干啥呀？嗯，和他在一起以后，我学着调整自己，学着不做事儿，学着放轻松。是的，我现在真的除了工作之外都不怎么做事儿了，我觉得我越来越懒了，我好害怕，好迷茫。我又不敢忙起来，我很怕我忙起来又失去他，我不想失去他，可我也不想一直这样，周末只是2个人待在一起玩儿。我发现玩儿还是让我焦虑。我有时觉得我焦虑是我没有进步的感觉，我因为总是在追求这种感觉，导致画都画不下去了。因为我总是希望自己每一张都有进步。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还是见识少，我觉得感觉多少有点
你这个老专注在自己那个擅长或者说已知的世界里，在那里爬楼梯，努力，觉得这样有用，他很有可能是看的不够多，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有用，其实没用啊。我之前也看过心理咨询师，觉得好像有好转了，就暂停了，最近又开始反复。我每次一焦虑起来，就很想和男朋友分手。我觉得只要和他分手，我就可以专注努力了，我就可以做自己了。但其实我知道不是的，对呀，真正困住我的只有我自己。对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回到了迷雾之中，到处乱抓，但是根本不敢跑。哎呦，这么多人都有共鸣啊！对，我感觉大家这个很多建议也都不错啊，但他呢也不是听道理，这种情况就是听道理也没啥用，想也想不通，是吧？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儿，反正你都找过心理咨询师了，这种行为你应该做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你可以试着让从小到大认识你的人，曾经交情不错的，或者现在依然交情不错的，或者同事，你恳求他们，你说你们能不能用3个词形容我一下？你看一下，你把这些收集一下，你看一下你在别人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而大部分人应该还挺客气，但是你看看他们夸你的话，夸得到点儿上吗？好，我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实操的，我就跟你说道理吧，道理你也都懂，你也做不到。你把这事实操一下，你看看。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呢？这种吧，就是自我设限，有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幻觉里，活在自己规定的目标里，离这个现实世界在发生什么离得有点远。然后自己以为要达到的那个状态呢，未必是一个可遇的目标，也不是一个，我一时想不好什么更直白点的词儿了。你就还是得跟这个世界多接触接触，感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喜欢的事情，不知道呀？你喜欢什么事情呢？是吧？看看他几岁了，刚都没注意他几岁了。哦，没提。不知道，好像还是画画的，导致画都画不下去了。你画的画是什么样的呢？自己就是画画的，是吗？你是画画的吗？那你还可以做一件事儿，你把你最享受的人生状态，你画下来。
你换下，你把你最享受的，你觉得你最享受的人生状态，你画一张画啊，放下，然后你再画一张画，是你觉得你最理想的人生状态，这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最享受的，就是你目前你觉得最享受的人生状态，你画一个，然后你再画一个你最追求的、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你再画一个，你看看，两幅画你看看，你画完之后也给身边的人看看，给你男朋友看看总可以吧？你看看哪个好，看哪个是自己想要的，你也问问别人觉得怎么样。记得还有一个什么方法，你们这个不会画画也可以试试。怎么弄这个那个是？我忘了，别瞎教。有一个什么方法？哎，想象。大概是这样的啊，我说一下不一定对啊，这个要是说错了，有人可以帮我纠正一下。大概就是你全身放松以后呢，闭眼躺平，全身放松以后呢，你想象，你脑子里想象你最喜欢的事情，你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你最爱的事情，你最想要的东西，你想象这个东西，然后你想象它变成了一个球体。你想让它变成一个球体，在你的胸口位置。然后呢，你就想象这个球，你在这个你自己的闭着眼，你自己想，你就想象这个球体是什么颜色的，大小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温度是什么样的，好像是这么个方法，你们可以试试。你们这个就特别对自己的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追求的东西感到焦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可以感受一下。你想完了之后，你可以看，没有然后了。你想完了之后，你就看一下，你就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多大，什么温度，什么质感，什么颜色，然后你再感受感受，这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心灵的事儿，这我哪知道。就这么点儿，是吧？啊，对，是，你看，对，先放进去最大的梦想，然后再放第二梦想，对，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有一些这种方法啊。你这个通过理性想不开呢，可以借助一些这方法。反正我总觉得想想吧，也想得通。人生在世，不就那么点事儿吗？你还能功成名就啊？还是不要做一个特别